表妹和老公离婚，约我去爬山散心。姐姐，凭什么我们都信神，却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？我不甘心。再睁开眼，我回到了3年前，看见表妹带着踌躇满志的笑容，看向资本大老师，我知道他也重生了，但他不知道，资本看重的是他人形貔貅的命格，拒不出，借日是主。这事就让你过过我的人生吧。外甥女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听到熟悉的健丽女人音，我突然清醒，随之巨大的恐惧感也逐渐消散。看着面前舅爸刻薄的脸，还有周围无数次成为我梦魇的场景，我知道我重生了。见我愣愣的没说话，就把脸上嫌弃的表情更加明显，但是又带着几分窃喜。哎呦，我家阿宇等下还要登台跳舞呢，你可要多和他学学，不要每天穿得土里土气的。我努力平复了自己激动的心情，但并不想理会我这个过早又爱炫耀的舅妈，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。见我这副逆来顺受的样子，舅妈真心实意的笑了，她轻易的挽过我的手，拉着我往中央舞台走去。舞台正中央，沈瑜带着自信的笑容站在舞台上前，一束光直打在她身上，和前世一模一样。她正在表演她最拿手的曲目，一曲毕，台下众人皆鼓掌。沈瑜柔柔弱弱的谢了幕，目光却直的落在台下一个拿着酒杯的男人身上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却看见了那道我熟悉无比的身影，我前世的老公，也是我一辈子的噩梦。贝游，你干什么呀？把我抓疼了！贝游，快把我放开！舅妈大声呼痛。我急忙松开自己在无意中钻紧的手，但周围人的视线已经落到了我们这边。沈瑜见舅妈不顾一切的大呼小叫，脸色也成了几分，但还是外着优雅的小步朝我们这边走来。妈，你小点声，沈瑜轻声提醒道。舅妈撇了撇嘴，用手握住刚才被我掐疼的地方，对周围的人歉意笑。见众人都收回了视线，沈瑜对我柔柔一笑，了解，我跳的好不好啊？我看着面前这张朝夕相处24年的脸，又想起他拉我一起跳崖时的狰狞，不由得笑嘛。下一秒，我直接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，蠢货，看不见别人都把你当物一样看吗？他被我一巴掌打懵了，嘴巴微张着，一脸不可置信，就把此事也愣住了，同样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。我继续骂着，声音并没有刻意压低，上流社会的人怎么可能和你一样，随随便便抛头露面？是我家的住我家的，还要做出这样一副上不得台面的柔柔样子，给谁看呢？说着我抬手又要给他一巴掌，却在落下的瞬间被另一股力道推了出去。我站立不稳，一下子跌倒在地上，抬眼看见了一道无比冰冷的目光，黎潇从上往下睥睨着我，从口袋里掏出手绢，细细的擦着刚碰过我的手。沈小姐，何必欺负这个女士呢？沈瑜此刻也像是终于回过了神，捂着脸渲染欲气。姐姐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在家里可以拿我撒气，但是在外面你还是要考虑姑父的面子。他娇滴滴的样子确实是我见有脸，让人很有保护欲。就把见他这么说，眼睛转了转，也装出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要哭的样子。黎潇看我的眼神也更加古怪，周围的众人都是人精，此刻却也在窃窃私语，这沈家小姐怎么回事？平时看着柔柔柔一个人，怎么今天像发疯？你可别说了，这个沈瑜是她表妹，一家子都住在人家家里呢，还不允许人家大小姐发脾气了。只有我的关注点在，李潇怎么下场去帮沈瑜了？她真的好有风度啊！我佯装怒气上头不顾一切的样子，直至沈瑜阴阳，我们沈家白给你们住了这么多年，但还是驱散不了你们身上的穷酸劲，今天你们就从我家搬出去。说着我站起身来，深深看着他们一眼，转身离开了。直到走了很远，我还能听见舅妈哭着骂我没良心的声音，但我并不在意，只是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回到家时，老爸正坐在沙发上，眉头紧锁，看他的表情，想必也是知道了刚才宴会上发生的一切。没等他开口，我已经冲上前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我和沈宇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我的母亲在生活时难产去世了，当时家里的公司正处于关键期，父亲就把母亲唯一的弟弟，也就是我的舅舅一家接到我家，想让他们帮忙照顾我。没想到这一照顾就是整整24年，在24年里，舅舅一家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幸好老爸的生意一直发展得很好，我家越来越富裕。舅妈性格有些刻薄，对我一直都不怎么好，但好在沈玉后关系特别好，就连沈这个姓氏也是后来改的，我也是真心的把她当家人。前世在这场晚宴上，我们同时对风度翩翩的商界新星黎潇产生好感，但黎潇对我们一直都是不冷不热的，保持着应有的距离，直到有一次我在无意之中跟他透露了我的生辰日期，他才开始对我展开疯狂的追求，想来也是从这里开始，沈瑜开始和我有了嫌隙。后来舅妈也给他找了一门不错的亲事，但随着黎潇生意越做越大，他也愈发嫉妒成仇，最终爆发，他把我推下的悬崖，我隐藏了一些和黎潇的事情，将我被舅妈欺负，被沈宇害死的事情告诉了父亲。听完这一切，老爸的眼眶眼通红，乖女儿，这些年是我忽视了你，没想到我竟将你放在一家子白眼狼身边啊！我抱着他，也不由得落下了泪。沈瑜将我害死，我恨吗？我恨，我对他掏心掏肺，他却满脑子都是和我比较。但是我也确实要谢谢他，如果不是他将我推了下来，我也不会逃离那个魔窟，也不会再见到我亲爱的爸爸。我抬手将眼泪擦掉，神色认真的对爸爸说，我重生的事情，大概也只有老爸你会无条件的相信我了，但是我们也要做好防范，不能再将这条毒蛇留在我们身边了。老爸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大概过了1个小时，舅妈他们一家才回来。此时此刻，他们一家3口站在门外，满脸皆是愤怒。
沈欢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还不让舅舅舅妈回家了吗？我带着一群保姆挡在门口，轻声嗤笑，家，这是你们的家吗？舅舅脸色讪讪的搓了搓手，温声道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僵嘛。这件事情，你跟阿玉道歉，咱们就翻篇。他一脸大义凛然，我的舅舅一直都游手好闲，30几岁也没找到工作，因为我妈怕他养不活自己，就让他去我爸的公司里工作了。我出生后，他们一家搬到我家里，吃喝无忧，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日子。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他似乎把自己当成这里的主人，对于舅妈对我的言语欺辱，也只是视而不见。这一家人，我前世顾念亲情，没有看清他们的真面目，这一世就必不会重蹈覆辙。我直接叫保姆把他们的东西丢在了门外，舅妈被袋子砸到，气得破口大骂，好你个神欢，不敬长辈，你看你父亲会怎么收拾你。在这时，我老爸也走了出来，脸色淡然，什么收拾不收拾的，这个家你们住的够久了，也是说离开了。舅舅听到这话，脸色不由沉了几分，这是我姐姐的房子，我为何不能住？我和爹对视了一眼，双双笑了出来，这啥舅舅，莫不是脑子有点毛病吧？舅舅还要上前理论，却被一直没说话的沈瑜拉住了，他脸上表情十分复杂，犹豫开口，你也。我站在高处，如同看蝼蚁一般俯视着他，他脸色刷了一下变得雪白，好半晌才恢复了一丝神采，他抬头看我，脸上也带上几分自信，比萧先生明显是中意我的。沈欢，这次你躲不过我。我轻轻勾唇，无声对他说，咱们走着瞧。说完，我直接将大门关上，将他们3人隔绝在外。轰旬，此时此刻，老天还应景地响起一声闷雷，想必马上就要下雨了。透过窗户，我看见他们3人长久地矗立在别墅门口，还是沈瑜率先倔强地拖着2个大行李，步履蹒跚地走着，舅舅舅妈才如回过神般跟了上去。我转头看老爸，发现他的脸上也没有一丝动容，还带着一股杀伐果断的气质。对呀，这才是我的老爸，健健康康的老爸，我想要的也不过是长伴他身边，平安喜乐。这一世，我定会用尽全力护他周全。因为派了4家侦探跟着他们，所以我对于沈瑜的行踪可以说是两如指掌，但我也有些意外，他竟然在被赶出来的第一瞬间就去找了李潇，李潇却是和前世一样，对他不冷不淡的，把他们都安排在酒店里。事情如同我所预料的进展，我也该行动了。我首先是将我即将举办生宴会的消息透露了出去，果不其然，李晓十分有诚意的提了一大堆礼物来我家向我致歉，但是话里话外都在套我具体的生辰日期。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沉思了片刻，我不知道我是几点生的，好像是中午吧。但紧接着我又若有似乎都抱怨道，沈瑜那个贱人和我就不一样，是晚上生的，和他一天生日，真是会气死了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李潇那双漂亮的桃花也咪咪咪看着我的眼里带着几分省视，我强行压下心里的恨意，很有兴致地回答他的每一次试探。是的，我很醒鱼，但我更恨面前的这个人，我前世的老公也是我的噩梦。前世我和他相恋后不久就结婚了，婚后我俩度过了十分甜蜜的1年，李潇十分温柔有耐心，能记住我的所有喜好，还常给我准备小惊喜。总的来说就是不停往我身上砸钱，而且他的运气很好，投资的项目几乎都会大赚，他的生意越做越大。但与此同时，我家里的公司却渐渐式微，老爸总是笑着安慰我说这是时代的变迁，只要我活得幸福就好。直到半年后，家里突然传来噩耗，一向健康的父亲竟然突发急症去世了。我又悲又疑，想拉着黎潇回家操持葬礼，却在他的书房前听见了足以让我彻底心碎的真相。李总，沈光年已经死了，看来是沈欢自身运势将尽，才让他的血亲遭了反噬。您看，接下来改。那头的黎潇似乎是拿起酒杯抿了一口，语气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狂热。人形貔貅果然名不虚传啊，才短短1年半，我就积累到了如此庞大的财富。既然他自己的运势没了，那就去吸取别人的运势为我所用。刚才说话的助理提醒道，现在你还是要把他安抚好，只有稳住他，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我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，惊骇得无以复加。原来我的命格竟这样特殊，以运养人，人心貔貅是我的命。那一瞬间，我几乎要被巨大的悔恨给淹没。如果我没有识人不清，那我的家人是不是还能健健康康的活着？我拼了命地忍着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，蹑手蹑脚地站起身离开。你在偷听吧？一只冰凉的手从背后死死地将我牵住，我不由得打了寒战。我僵硬地回头，对上了一双冰冷且可怕的眼眸。我被黎潇囚禁了，时间一点一滴流逝，我被锁在暗无天日的杂物间里，3天未进滴水。最开始我拼命求饶，想让黎潇打我放出去见父亲最后一面，但直到我眼泪流干昏厥过去，也没能见到黎潇一面。直到我眼泪哭干，再也无泪可流。就当我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，宅屋间的门终于开了，来人却不是黎潇，而是他的助理。但只有我知道，他给我花的钱越多，我就能将身边人的运势转给他，帮助他得到很多的财富。越体会到我的奇异，他就越不愿将我放开。这样没有一点自由的人生，我过了1年半，直到沈瑜离婚，约我去爬山，我终于找到，我已经失去了父亲，不能再失去他们了。我用尽全身力气点了点头。这天以后，黎潇开始派人监督我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控制之下，手机不能玩，甚至连睡觉都要用腕带绑着。爸爸的葬礼，黎潇替我出席，他借口说我伤心过度昏厥了，所以不能到场。他与我一向感情甚笃，因此也没人怀疑他，但他终究还是不满足于现在的财富，将我送进了娱乐圈，然后拼命砸钱捧我。旁人都觉得我风光无限，短短1年就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，但只有我知道，
他给我花的钱越多，我就能将身边人的运势转给他，帮助他得到很多的财富。越体会到我的奇异，他就越不愿将我放开。这样没有一点自由的人生，我过了1年半，直到沈瑜离婚，约我去爬山，我终于找到了逃脱的机会。他一直以我的名义跟沈瑜说我过得特别好，为了让许久未见的沈瑜打消疑虑，他答应给我2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外出，但前提是保镖的一直跟着。我原本想跟沈瑜说让他想法子把我救出去，却没想到他的嫉妒心意天天增长，直到了要将我害死的地步。掉下悬崖的那一刻，我的眼前闪过很多东西。我看见李晓结婚时郑重地对我许下承诺，我们之间不会有欺骗，永永远远。我看见沈瑜和我一起嬉闹，姐姐，就算全世界都不站在你这边，我也会一直支持你，绝对不会背叛。我还看见我年过斑白的老爹对我笑，乖乖宝贝，累了吧，累了就睡会吧。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，我突然就笑了，笑我这一世竟活得如此失败。如果有来生，我要让他们都得到应有的报应。如果有来生，送你。弄走离萧，我长长收了一口气。他性格一向多疑，我也不知道他究竟信了几分，所以我也在暗中部署，做了2手准备。看着自家公司略有走的趋势的股票，我满意的笑了，圈套已经挖好，就等着坏人来跳了。离萧的动作非常迅速，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沈瑜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了。前世他就嫉妒我能当明星，这次离萧给他机会，捅他进娱乐圈，他也十分迅速的同意了。我知道他这是在试探给沈瑜砸钱，会不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运势和财富。关注他们的同时，我也在着手帮林萧发财，毕竟只有将他俩紧紧绑在一起，才能完美的实现我的复仇计划。果然，接连几次的投资成功，让林萧欣喜若狂。他越坚信沈瑜能给他带来好运，就越疯狂给他砸钱，直到自以为遇见真爱的沈瑜开始在我面前得意洋洋。娱乐圈的宴会向来都会邀请一众资本大佬，我这次是特地代替父亲出席。下面有请沈瑜沈大明星来为我们献唱一曲。沈瑜被一众人簇拥着，精致的脸上含羞带气，我唱歌一般般，上不得台面的。话正说着，但他还是实诚的站上了舞台，举起了话筒。我好整以暇的环视四周，在酒池的中央看见了那道熟悉的身影。李潇察觉到了我的视线，举起酒杯朝我示意了一下，接着又将目光重新落到了台上的沈瑜身上，笑得一脸宠溺。沈瑜脸上带着红晕，对着离萧的方向唱了一首情歌。离萧是商业新星，最近又接连拿下了好几个合作，在座的各位也都乐意给他几分面子，于是都纷纷微笑鼓起掌来，但落在沈瑜的眼里却又是另一回事。我端起酒杯轻抿的一口，沉思片刻，朝着离萧走去。我微笑着和他寒暄，好久不见啊，李总，听说最近又拿下了好几个大单子。离萧眼里闪过一丝玩味，礼貌的谦虚了一下，没有，李某只是运气好，比不得沈氏集团常青。听他这么说，我脸上露出了恰到好处的担忧，装作不经意的抱怨，最近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接连几个项目都被人截胡了，加速的身体也突然变差了些，好像运势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似的。李晓脸上笑容更盛，但很快又一脸震惊的安慰道，生意场上起起伏伏很正常，沈小姐放宽心。我一脸天真无邪的看着他，像是被他迷住般呆呆的问，李先生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李小博我问的愣了一下，似乎是思考挣扎了一番，他看着我的眼睛里多了几分考量。我没等到他的回答，却等到了怒气冲冲的沈瑜，他脸上的表情明显带着几分不悦，但还是强撑着扯出一抹笑，笑哥哥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鱼儿能听吗？我对着他发了的白眼，我们说什么关你什么事？你算老几？他被我说脸青一阵子一阵的，眼神求助般朝厉潇看去，但他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完全没有接收到他的信号。沈瑜气急败坏的瞪了我一眼，那还是维持着柔弱人设，姐姐，你何必和我针锋相对呢？说着，他看着我的眼睛里带上几分恨意，似乎是在埋怨我为什么重来一世，还要破坏他的美好人生。我微微勾了勾唇，像小说里的无脑恶毒女配一样，上去就是一巴掌。我要打你，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李晓此刻才像是回过了神，他微微皱眉，把沈瑜护在身后，语气带着几分不悦，再怎么说，你们也是表兄妹，沈小姐，事情不要做得这么举。我被淹了一下，乖顺的没有再说话，只是有些吃味的弯了沈瑜一眼。沈瑜捂着脸，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，但是连微梢都写满了得意。怎么样？我早就说了，你都不过我的。我在心里暗暗冷笑，我的傻表妹，黎潇怎么可能会把你当真爱呢？他想来只觉得利益至少啊。我家公司的股价走低了一段时间，也就恢复平静了，这也是我故意做的局。毕竟我爸打批生意，靠的是敏锐的商业嗅觉和稳扎稳打的工作态度。但在黎潇看来，我家就是之前靠沈瑜人形貔貅的运势达到了巅峰，沈家能走到现在，完全是因为运气好。但在他窃喜能得到好运的同时，也并不满足于此，毕竟沈瑜对于他来说只能算个有用的玩物。这要巧，一个现成的能继承100亿资产的好难捏的我出现了，他只要和我结婚，再说些甜言蜜语哄着沈瑜，自己就能不费一兵一卒获得庞大的资本累积。打着这样的算盘，他开始主动向我献殷勤，从鲜花首饰到名牌包，他收集了所有我的喜好，和钱是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我这一次再也不会被他所迷惑。与此同时，他更加卖力的给沈瑜的心头造势，想用这些安抚住沈瑜。李潇自以为拿捏住了我们两姐妹，但他低估了我，也同样低估了沈瑜。助理和我说，沈瑜在楼下要见我时，我正在处理文件。沈瑜戴着口罩墨镜，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我也是逮着机会就挖苦他，哟，大明星，今天怎么大驾光临了？沈瑜却意外的没有恼羞成怒，
只是静静地摘下了墨镜。此时此刻，他的脸上依旧带着几分惊慌，他指着我，颤声问道：“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”见他的神情，我也敛了敛神，平淡地问：“知道什么？”沈鱼像是受了很大的刺激般，眼神静意不定。你肯定早就知道，你早就知道，黎潇是为了利用我才和我在一起，所以你故意把我赶出来，就是为了让我走投无路去找他，对不对？我皱了皱眉，难道沈鱼突然脑子开窍了？既然我不说话，沈一又开始自言自语，你跟他说我是晚上生的，也让他以为我才是那个有特殊命格的人，你还在记恨我，害死了你，对不对？我不知可否，只是好奇地问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偷听到的。他看着我，突然开始癫狂大笑，哈哈哈，没想到吧？我知道了一切，你这个黑心丹的，我可是你亲表妹啊！我看着他狰狞的表情，不禁冷笑出声，你把我推下悬崖的时候，怎么没有考虑到我们是表姐妹呢？他毫不理会我的嘲讽，只是继续颠簸，我要把你的阴谋全都告诉李潇，你不是中意他吗？不是还想嫁给他吗？我偏不让你如意。我又笑了，只不过这次我笑得真心实意。他开口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做好了打一场硬仗的准备，但我着实没想到，重来一时，他的脑子还是没有一点长进，还认为我把情爱放在第一位。你笑什么？他看着我，渐渐冷了神色。我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眼泪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蛊惑。你觉得，如果李晓知道你不是人形貔貅命格，会把你怎么样？他的脸上时间就白了，满脸都写着静意不定。不会怎么样。我替他做出了回答，当然是将没用的废物给都掉了。我要是你，绝对不会那件事情告诉他，而是要抓住他的把柄，最好让他这辈子都离不开我。听我这么说，他的眼神亮了亮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没错，这是个好办法。”我见他已经信了几分，就放软了语气：“好妹妹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我的妹妹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这一时，我确实存着报复你的心思，但见到你的这一刻，我又怀念起我们小时候的情谊了。我决定放下以往的仇恨，我们重归于好，可以吗？”我说的真诚，静静的等着他的答复。他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，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，气气的问：“真的吗？当然是假的，我的好妹妹哦，你害死我一次，我当然不会再给你伤害我的机会。”我笑着拉过他的手，坚定点头。演员全部就位，好戏即将开场了。或许是我和沈鱼的爱让黎潇冲昏了头脑，他开始变得冒进，他将自己很大一部分资产都投入了一个大项目中，即使这个项目有巨大的风险，毕竟在他的认知里，无法自拔爱着他的沈鱼自带锦鲤体质，能让他顺利拿下这项目。就算出了万一，我又坐拥100亿身价，一定能帮他渡过难关。他就这样翘首以盼着，盼望着他的破天富贵。这期间里，他给了我一场盛大的求婚，好资100万，请了一众明星资本见证。视频被传到网上，网友都说我们是郎才女貌，强强联合，简直是天生一对。我家的股票也跟着涨了不少，但就在第二天，网上的评论就彻底转向了。顶流女星沈鱼在事业上升期公开说自己怀孕，并且隐晦的表示还在她低杏梨，吃瓜的网友们一下就联想到了昨日世纪大求婚的黎潇，再加上沈鱼自出道起就从未避讳和黎潇的关系，霎时间我们3人的三角恋关系被传得沸沸扬扬。昨日还被网友称赞的好男友，顺便下头渣男，不少网友都被我打抱不平。虽然也有个别人说男人花心点正常，但黎氏的股价还是一路暴跌，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人设也彻底崩塌了。黎先生得知消息暴怒，在办公室砸了好多东西，第一时间就派人去找沈雨小姐了。听了4家侦探传回来的消息，我满意的勾了勾唇。沈雨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无条件的陪伴他，就是为了这一天，而我也把他藏到了绝对安全的地方。毕竟这么个重要人物，我不可能让他轻易落入黎潇手里。与此同时，我放在一旁的手机还在拼命响着，全是黎潇打来的。他并不想放开我这个香饽饽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只是给他发了一条分手的短信。他回得很快，言语中带着几分卑微，谁是骗人的？你这么讨厌他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再碰他？阿欢，我们见一面好吗？我会当面和你解释。我被他吵得脑仁躺，只能拿起沈鱼的手机，给他发了条信息，不准和沈欢结婚，否则我就把你杀人的事捅出去，10天后民政局见。果然他立刻不再骚扰我了，而是开始电话轰炸沈鱼的手机，我直接把手机全部关机，不再理会他，世界也终于清静了。李晓手上沾了很多血，我从前世就知道，尤其是那1年半里，他把我当作没思想的傀儡，说话做事也完全不避着我。这一时，他虽然没有像前世那么有钱，但他能达到如今的成就，用的都是雷霆手段，脚下走的每一步都是用无数人的血肉铸就的，甚至只要稍微用心的查一查，我就得到了无数的铁证。这次他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法律的制裁了。第10天，我特意起了个大早，这段时间我打理公司的事务，让老爸去做了全身检查，虽然没有什么毛病，但我还是让他在家里休养着。他完全做了甩手掌柜，闲不住就给我做些早餐之类的吃食。我看这桌子丰膳的早餐，心满意足的吃了起来。老爸坐在一边，有一大名一大的后闲聊。宝贝乖女儿，今天有什么喜事吗？感觉你特别开心。我咬着吐司笑歪了眼。是啊，可能是老爸你马上就要退休，我就能当女霸总了，想想就开心。老爸也跟他笑了。这顿饭吃得很满足，我的心情也格外舒畅。大家都说人生3大喜事是他乡遇故知、金榜题名时、洞房花烛夜，但是我认为还要加一项大仇的报事。今天就是结果之时，成败皆在此一举。我开车带着舅舅舅妈和沈鱼前往民政局时，沈鱼像是有所预感，颤抖着问我：姐姐，你说他会和我结婚吗？
我笑了想，对他说，当然，10天了，他肯定冷静了下来。现在我已经彻底和他撕破脸了，他当然只能指望你这个负心了。舅妈听沈姨说了我们的关系有所缓和的事情，但还是忍不住尖声抱怨道，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密谋些什么，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让我在那个房间里闷10几天吧。舅舅倒是没发表评论，他一直都是这样，随波逐流，不问世事。沈鱼看样子还是有些害怕，他试探着问，我已经按着你说的做了，离萧他会放过我吗？我耐心的安抚着他，你放心，今天过后，这一切都会结束的，你和他结婚，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，他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也不会对你怎么样，更何况你还有他的把柄呢。听我说完，他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去。直到车开到民政局周围，他一眼就看见略显憔悴的黎萧，但黎萧却没有发现我们。沈宇显得十分紧张，眼神乱飘着，没事的，只是做不了段而已，你不用害怕，相信我。我耐心的牵住他的手，他却抢先一步跳下的车，手里还紧紧握着一个大包。我皱着眉看着他的动作，牵手说着，你现在怀着黎萧的孩子，他有这么多钱，将来都是你和儿子的呀，你真的要在现在放弃吗？沈瑜沉默了很久，最终还是负着肚子咬了咬牙向黎萧走去，舅舅舅妈也一步一趋的跟在他身边，我悄悄的躲在不远处，静待看戏。黎萧面色如常的看着沈瑜朝他走近，但盯着他的眼神就像是一条淬满了毒的毒蛇在看自己的猎物。我想，如果不是还想靠着沈瑜的命格翻盘，他此时此刻就想冲上前将他撕成碎片，东西都带齐了吧。我们今天的结婚，他刻意结婚2字摇得很重。沈瑜被吓倒，抖了2抖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说，我手上有你的把柄，你最好对我和孩子好一点，不然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。黎萧废被他起得青筋暴起，但还是硬生生把脾气压了下去。我独坐高台，看着一切都尽在掌握，给我的人发了一条短信，万事俱备，开始收网。在踏进民政局的前一刻，黎萧的电话响了，他不耐烦的接起电话，就在下一秒暴怒而起。电话那头的助理只说了2句话，老板，项目砸了，我们破产了，沈瑜的生辰也查到了，不是晚上，而是中午。黎萧的信念完全崩塌，他把手机狠狠摔在地上，目眦欲裂。下一秒，他像同盟兽般死死上前掐住了沈瑜的脖子，救我！沈瑜被他掐得喘不过气来，只能发出微弱的呼救声。998见状，连忙上前拉住暴怒的黎萧，下一秒，并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失控的沈瑜从随身携带的大包里拿出一把刀，对准黎萧狠狠地刺了过去，1刀、2刀、3刀，他像是彻底疯魔了一般，直到民政局的人发现不对，将他拉开，他才如梦方醒般把刀扔了出去。帮忙牵制住黎萧的舅舅舅妈也傻眼愣在了原地，直到看见黎萧再也不动弹了，才后知后觉得害怕的大叫起来。沈瑜拼命摇头摆手，嘴里大喊着，人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呀！但没用，众不睽睽之下，他捅了黎萧整整12刀，人中物证俱在，他没法再逃脱。直到被带走的那一刻，他还在喃喃自语，怎么会不该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人生吧。看完整场道剧，我终于长长的安心的舒了一口气，不枉费我耗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这结果比我预想中的还要好。谁准备到这件事，我是不知情的。在我的预想中，知道了一切的黎萧会暴露，而沈瑜也会狗急跳墙，把我给他的那些证据全部抖落出来。而像李潇这样马上要完的疯狗，绝对不会放过他，到时候两人狗咬狗，李潇坐牢了，但沈瑜也绝对不会好过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沈瑜竟然会施的这一般，将他给砍死了。世事无常，重来一世，他获得了比上一世悲惨千百倍的人生。而这一场大剧也终于落下了帷幕。沈宇因为故意伤人被判了无期，舅舅舅妈也因为是共犯入了刑。此时此刻，我站在黎潇的墓碑前，狠狠地踢了他2脚。手机里，老爸给我发来短信，叫我回家吃晚饭。我笑着回了一个表情包，快步朝着家里奔去。命这次，命格什么的再也束缚不了我，黑暗已被我抛之脑后，等待我的将是光明的坦途，全都完结。